迎来到一堆毛的频道，我是一龙，我是毛，算，喂，那这样结束我了。猫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是万圣节派对企划的 Part 3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弹。那今天呢要教大家非常简单，零厨艺也可以做的点心。那呢你也可以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做。那这一只可以做吗？这一只可以吧？那他做你敢吃吗？猜。感觉蛮适合的。好啦，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下去，要看到最后哦。Go！ 恶魔蛋最重要的就是蛋啦，我们首先要来煮水煮蛋咯。先把蛋放到锅子里面，然后加入冷水浸泡1到2分钟。然后呢，倒入一点点的白醋，等一下壳会比较好剥。接下来呢，泡完以后，我们来开中火，煮滚以后呢，再继续煮8分钟。8分钟后关火，我们把热水倒掉。记得哦，在倒热水的时候要开水龙头，不然太烫的水会伤害到水管，容易破裂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加入冷水，再浸泡2分钟，让它热胀冷缩，蛋壳会非常好剥。剥完以后呢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恶魔蛋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恶魔蛋。那呢，首先是我刚刚煮好的水煮蛋、美乃滋、饭匙、菊花蛋、一个搅拌锅，就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切蛋，从这个横切开。然后接下来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们要把蛋黄挖掉，丢到锅子里。哦，猫咪也可以吃蛋黄哦，对猫咪来说是很好的营养补充成分。蛋黄可以，但蛋白不要太多。可以把它拌在罐罐。对啊，可以拌在罐罐里。必斗！马上没有兴趣。蛋黄，小朋友，蛋黄，啾啾！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可以吃，真的，他们可以吃，只是因为他们平常都吃干干，还有吃鱼罐。不，你不能吃蛋白，那是恶魔蛋的部分。完全不给面子。被猫嫌弃了。刚刚的蛋黄压碎。如果你喜欢有蛋黄的口感，你就不要压那么碎。可是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要压很碎。好，接下来一个关键，蛋黄加上美乃滋。然后呢，我很难说明确的量，因为有的人喜欢比较干，有的人喜欢比较湿。所以呢，这个量就看个人。我先酌量加一点点。我要青少年的滋味，量多一点。青少年量多吗？不是，我说青少年滋味是什么味道呢？好，可以稍微试吃一下味道。好，觉得 OK。如果呢，你喜欢辣，你可以加一点辣粉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马铃薯，你可以加入一点马铃薯泥。然后，如果是想要骗小孩吃蔬菜的话，你可以加一点红萝卜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它。那如果我想要恶心一点，我可以加什么？加竹炭粉，我让它黑黑。让它黑黑的。好，接下来菊花蛋，来，我们要把蛋黄酱先放入那这个泥状物呢，把它挤到底。然后我先把头剪掉，挤奶咯。我是把它挤成某种东西，是不是都挤成噗噗了？大便是。你是不是发音有点不太正确？大便，越多越美。好，那我们要找几个特别噗噗的，把它放上来。不是吧？特别漂亮的吧？为什么它叫恶魔蛋？它为什么它不是扁扁蛋？不用扁扁呢？哦，除了恶魔蛋之外呢，也有人称它为天使蛋，是欧美常见的开胃前菜哦。那比较高级的餐厅就上面会撒鱼子酱、黑松露之类的。那比较低级的餐厅呢？比较低级的就像这样子，就是很简朴，不是低级。我们很朴实。我要吃了，吃看看。哦。
你们看得到，吃不到。恶魔蛋已经被我们吃完啦，谁啊？明明就你吃的。还有你啊，没有。大家。那大家都学会我们恶魔蛋怎么做了吗？欢迎大家帮我们的一堆毛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下面留言好不好？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后面那个有什么计划，或是想要参与的话呢，都欢迎大家在下面跟我们留言讨论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一堆毛，希望我们现场的重拍啊！重拍啊！居然因为猫。